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未来城市的陈芳玉。受到疫情影响，我们都没有办法出国旅行，但是受到更大影响的可能是航空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一位航空业的代表以及他们的伙伴，来一起聊一聊如何利用疫情期间来做数位转型。大家好，我是台湾富士通流通事业部的 Charlton。大家好，我是星宇航空资讯处开发部的李明德。我英文名字叫 Bruce Lee。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我是不会中国功夫的 Bruce Lee。大家好。好，第一个问题，我想先问一下 Bruce， 就是说，星宇是台湾最新成立的一家航空公司，大家都有非常高的期待啊。那你们在刚刚成立的时候啊，到底航空公司在资讯系统方面面对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当时候我们要成立的时候，我们就 focus 一个我们要很快速的、有效率的、正确跟合法的建制我们的企业跟商业的模式。那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 partner 来做这件事。那很荣幸的找到了富士通成为我们的 partner。好，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下 Charlton， 就是你们身为星宇的 partner， 你们为星宇做了哪些服务？是，那其实富士通集团在全球当中，服务过了非常多的航空公司。我想这也是当初星宇航空会愿意选择富士通当做长期伙伴的一个这个决定的关键之一。那在这一次2018年跟星宇航空沟通之后，我们了解星宇航空其实在筹备的时间上面也有时间的压力，那当然也有一些法规的压力。所以说我们在我们许多的这个 partner 里面选择了在这一段部分非常有专业的 CTI 一起合作。那透过 CTI 这个灵活的系统，那协助星宇航空能够快速的建制星宇航空所需要的一个系统。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就是富士通这一次提供给星宇的这套系统，它有哪些特色？前后舱组员排班系统在航空公司的各个系统里面，它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核心系统因为它必须要合乎民航跟相关劳动的一些相关法规的规定，那还要适度的排定前后舱组员他们的值班以及他休息的时间。那我们又是希望让组员能够更灵活的可以优于法规，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以符合我们对于飞安上面的要求。那另外我们也是希望说，在有警示的功能，就是万一我的工时是超时，或者是我在还没有违规的情况之下，系统能够跳出警讯来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系统，组员排班系统大概就是要发挥很大的能力跟时间来做这件事情，那它的灵活性就没有了。那富士通所提供的 Crew Management System 呢，它有在地跟国际的软硬体的服务，所以它这个系统我们在导入前，我们就开始在做 detail scoping 的 study 了。组员可以利用他们的排班系统，在他的行动装置看到他自己所被排的班表 ，OK。然后我们下一步会再进化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在组员他在他每个人自己的行动装置上面，他也可以提出调班或是调整班表的需求。听起来这套系统很有弹性哈，但是进入疫情时代，其实我们也记得那个时候，其实全球的那个各国的那个防疫政策，可能一天就会出现好几次的变化。那因应这样子的变化，富士通的系统，你们怎么样协助星宇去面对这样的挑战？因为所有的航空业者都必须要符合民用航空的相关规范，所以我们在系统上面也非常注重这一点。在一开始3月份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其实每个国家的国境是可能一天，甚至不到12小时都有不断的改变。所以说我们要如何能够协助星宇航空在这个组员排班上面，能够一方面符合每天讯息变化万千的这个路径规定。那这个是我们系统上提供非常高的弹性。那高弹性、高扩充性、高灵活性，这也是在最初星宇航空跟我们洽谈系统的时候所提出，他们希望系统可以达到的部分。那这个都可以协助星宇航空来快速的因应每天的变化。好像你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客户就可以写入新规则。这个是，其实如果有任何的一个新的规范、新的规定出炉的话，其实这个星宇航空这边只要把规则输入系统里面，其实在非常短的时间，可能1个小时、2个小时之内，那系统就会做立即的一个反应，那并且把新的排班的一个状况
那反映给这个星宇航空的人员，在接下来的航空航班的调整上面能够顺利的进行。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一般民众最关心的，就是疫情期间不能出国，可是星宇还是创造了很多话题，像是伪出国。不如跟我们聊一聊，你们大概做了哪些事情来协助航空公司度过这次的疫情？这次疫情对航空业的影响确实是很大，根本没人坐飞机，我们的客人就没有了，怎么办？那我们就要很灵活的赶快改变我们的策略。好，举例来说，父亲节我们有父亲节的伪出国，中秋节我们有中秋节的追月号，在因应这个疫情的各种不稳定的情况之下，适度的立刻在调整我们的政策跟策略。那这个疫情对我们的影响确实是有一些影响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放慢我们的脚步。我们对于我们的员工的训练，还有各个系统的功能的提升，我们都持续在进行中。在星宇有非常多的业外的惊喜，尤其是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一个真正的超前部署，在公司正式开始就是航班开始营运前就已经有的那个星宇小铺。Bruce 要不要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网站？星宇小铺确实是我们的超前部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开航之前星宇小铺就已经开张了，把我们的创意加在跟商品里面，甚至我们还跟其他有品牌的厂商一起做结盟。举例来说，台湾在地的台南的广富号的手提袋，还有一些糕饼类，甚至于意大利的知名的阿梅蒂的巧克力，都是我们的合作的品牌。星宇箱从 1.0 到 2.0 全部都是秒杀。疫情其实除了考验一个企业的反应的灵活度，它其实也带起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也就是数位转型。那最后我想来请 Charlton 告诉我们一下，就是富士通你可以为企业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是，其实数位转型就是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这个议题，在过去的3到5年其实非常的夯，非常热门。那富通在这一段其实已经着力非常的多年。那我们原则上会切成2块。如果你是希望对于既有的业务来做一些改革革新的话，我们会推出所谓的 field innovation 现场革新的一个服务。我们透过直接观察现场，那跟一些顾问的建议，来帮助你改革现场的部分的业务的效率，来达到你想要达成的目标。那第二段呢，是如果你是希望针对未来的5年或10年做一些新的数位转型路途上的规划，那我们会协助透过比方说用 design thinking 这些比较新的手法协助你来做。我们先跟您一起去看未来的5年、10年，你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那我们来 backcasting 回溯看看那接下来的5年、10年，你在 ICT 上面需要做什么投资，你才可以达到你的目标？我想透过这种不同的手法，这是富士通希望可以站在一个资通讯的伙伴跟这个我们的客户一起共同往前迈进的一个方法。好，谢谢2位今天的分享。那期待在疫情之后，我们都能继续展翅高飞。